有一天，你在寻找新的 H game 时，发现了欧美与日本 H game 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及类型。日本的 H game 通常强调角色和故事，而欧美的 H game 则更加强调成人内容。所以，你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两种 H game 的目标客群不太会重叠。再进一步发现，欧美 H game 可能会触及更多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当你决定试试看欧美 H game， 却发现它缺少了可以自由色色的选项，因为这类型游戏可能会碰到诸多限制。因此，即便有些欧美开发者可能开发出了像是 House Party 这类型的游戏，但是往往这些游戏可能只被局限于特定平台可发售，且基于它的色色属性，还可能进一步被禁止或限制。大家好，我是九龙，平凡的人读不凡故事。这次的节目发想出于自身好奇，试图窥探这个结构性庞大却与众位老司机息息相关的课题，即是 H game 产业的全球兴衰。欧美 H game 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期，当时鉴于电脑技术蓬勃发展，使得 H game 有了诞生的契机。早年欧美 H game 主要由英美两国开发者开发制作，并在80年代初期进入普及阶段。又随着电脑科技的进步 ，H game 的视觉效果和音效也有所提升，更多元的选项以及故事情节也逐步涌现。从这来说，欧美 H game 的题材大多涉及都市、学校、冒险、职场等多元题材，并强调其成人内容和互动性。又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网际网络普及以及数位下载技术的发展 ，H game 的销售管道更是从实体店面移转到网际网络上，让 H game 产业能持续扩大，并在2000年左右达到巅峰。相关作品有《幻想空间》等。另外，欧美 H game 的发展进程略晚于日本，虽然的确它是从70年代左右就开始萌芽，只不过碍于技术以及经济的条件限制，使得它真正能发展起来，还要等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与此同时，欧美 H game 在发展过程中还遭受法律政策以及社会文化的钳制，促使其发展历程相对缓慢。由此来说，日本则是因为其早期社会文化和法律政策较为宽松，是以日本的 H game 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日本 H game 也就是日本的成人游戏起源于7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的电脑科技不断发展，导致电脑游戏产业兴起，而在这个产业中，有一部分游戏开始以色色作为主题，进一步形成了 H game 产业。又随着时间的推移 ，H game 产业不断发展，游戏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它的题材选用通常涉及了高中校园、学院、魔法世界、幻想世界等，并强调角色和故事。对全球来说，日本的 H game 明显是一个较成熟的市场。早期日本 H game 主要由小型公司开发，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大型游戏公司也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在2000年左右 ，H game 在日本的销售量开始逐渐上升，并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高峰。但是打从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政府就逐渐限缩成人游戏的发展。尤其是2018年，日本颁布了新的成人内容管理法案，以对 H game 市场进行规范。后来在网络上销售成人内容时，就需要经过实名认证，而这项法律的实施对于 H game 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不少公司得将其作品修改为合适版本，附带上国内外的商业竞争都超级激烈，因此日本 H game 产业逐渐走下坡。尽管目前它还维持着一定规模，但却远不比过去的繁华盛景。在随着21世纪的到来，欧美 H game 产业因面临了诸多挑战。无论是社会风气转变或网游手游的崛起，都对 H game 产业造成了致命影响。此外，还有雅达利游戏掩埋事件的历史阴影始终未曾完全消散。它不单只是影响了电脑以及电视游戏机的销量，同时也波及到了 H game 产业圈。毕竟昔日的电子游戏市场都崩塌了，那自然有很多相关元件厂会跟着受难。同时，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欧美 H game 无形中的产业竞争力。幸好，欧美新生代的开发者们重新出发。他们试图走上创新之路，好提升产品竞争力，像是把 H game 转型成数位商品，透过网络和手机平台来销售。如此一来，就可以突破传统销售管道的限制，以利提高游戏曝光率和销量。另一个创新方向则是转向轻度游戏，将 H game 内容简化，降低门槛，自然能有更多的玩家进行参与。也不乏有开发者将 H game 与其他元素融合，加入虚拟现实、RPG、模拟经营等游戏元素，使得游戏更具可玩性、沉浸感。并且基于当前社会风气的转向，则创作者们未来势必还有更多的尝试，例如在游戏内添加进更多元的故事情节以及选项，使得色色内容与游戏故事性达成一定平衡。而前述也是为了让游戏在限制条件下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
像是巫师或者模拟市民就不能直接等同于 H game。又尽管这些游戏不被称作 H game， 但它们的内容或衍生内容却往往包含一些限制级元素，且在 H game 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从这来看，或许能进一步反映当代 H game 市场的复杂性以及经营开发者面临的困难。必须说，越做这个节目，越觉得同为老司机都不好苛求更多。毕竟开发者们可能都在苦苦支撑，尝试为前面几集的内容稍做一个小结。即使目前的 H game 产业面临着不少挑战，但希望仍在明天。又除此之外，我自己还好奇一件事：欧美 H game、日本 H game 的游戏市场彼此往来似乎没有很多，尤其是欧美 H game 好像撬不太开日本的市场。这点除了日本市场有着自家庞大的本土开发商，还有文化接受度以外，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跟日本那边的法律政策有关。日本的游戏审查制度严格规范了游戏开发商必须历经审查委员会的审核后才能把游戏上市，其中就包含了黄赌毒、暴力、政治题材、语言使用都必须调整到一定比例才能通过，感觉起来就是一件麻烦的工程。然后为什么日本 H game 跟欧美 H game 的开发风格差异这么大？就是源于它俩的社会文化以及法律环境不一样。日本的文化相对比较开放，对于色内容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是以日本创作者在他们的游戏里有着较多发挥空间，才能形成现在的萝莉文化。只不过日本的政策审核委员近年也加强了对 H game 内容的掌控，使得后续开发者以及开发商需要更为谨慎的去评估他们即将发布的游戏。欧美 H game 产业则是历来一直遭受政府的限制以及来自社会的挑战，所以从法律上来说，多数欧美国家都有着明确的成人内容限制，游戏公司就需要经过审核后才能发布。也是上述种种，就使得欧美 H game 产业在发展历程中一直有着较大的压力。于是不仅产业规模较小，并且为了避免违反法律，它的游戏画风就会比较写实。总结来说，正是日本、欧美的 H game 产业发展历史不同，而这也就形塑了现在两者间的差异。那最后还是要说说我们如何预判未来 H game 市场的发展。当前全球的 H game 市场正历经变革，越来越多的 H game 开始在网络上进行贩售，这将使得 H game 能触及全球用户，并降低了销售成本。同时，随着手机网络和云端运算技术的发展，H game 也开始朝着手机端发展。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 ，H game 在手机上会有更多的尝试。然而 ，H game 市场的发展却始终存有潜在风险，像是法律、社会观感等未来影响。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如果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若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